好，接下来关心的是俄乌战争，尤其现在俄罗斯又有新的帮手的国家来帮助他了。在这一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场上面彻底的做了一个翻盘，这是来自于美国情报的惊报。来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古巴派兵来帮助俄罗斯，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俄罗斯除了有北韩的炮弹到古巴的佣兵之外，接下来看到俄罗斯的外援会瞬间的扩张，战场接下来包括了会有出现的就是俄朝古三方的一个俄军联军一起来对抗乌克兰了。前线同样是很惊悚的，这个时候乌军开始针对趁着普丁去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发动了一个无人机的斩首行动。为什么他这么有把握敢做这样子的一个斩首呢？虽然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得手，但是俄军针对了这场斩首又在回复乌军做了一个报复性的狂轰，这个是外媒直呼是入侵以来最大的规模的一个空袭行动，一共是出动了700架自杀无人机、50枚巡弋飞弹、2枚极音速飞弹齐发，横扫了乌克兰的多个城市。俄军趁这一次还精准的轰炸了来自于乌克兰的火车站，还有能源系统，要在战场上面做一个全面性的打击。现在有俄朝古联军，是不是也代表普丁现在要做的是绝地翻身？俄乌是否全面失控？再来就是乌克兰怎么有这么样子大的信心可以做这个斩首行动？他掌握到了重要的俄国领导人的情报吗？大使怎么看？我觉得这一次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目标的这个打击第一个规模空前，第二是打击的目标有一点改变，因为大家会比较这个吃惊，就是打了火车站。那火车站是算是一个公共交通的据点，所以这次火车站攻击死伤大概30几人，算是非常的惨重，而且很多都是平民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对普丁的斩首行动一次报复？那当然除此之外，很多它的军事设施，包括乌克兰前一阵子它研发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中程的巡弋飞弹的这个整个工厂也被掀掉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对乌克兰来讲的话，就是定点打击，规模越来越大。那当然就是说，乌克兰这一次要斩首普丁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因为乌克兰要斩首普丁成功的几率远低于普丁要斩首这泽伦斯基的这个几率。所以如果说战争朝这个方向走的话，那我比较担心的是乌克兰的这边几个政治头头军事头头他们自己的安危好，那尚志哥呢？我想乌克兰打仗这一场已经打3年多了如果真的打到明年2月就4年了，很惊人。所以战争一定是这样子，它当然打到一个阶段会有疲态，可是一个阶段就会又杀红了眼。我觉得就是从刚刚大师讲的，如果现在要去暗杀普丁，变成乌克兰的一个整个作战战略之一的话，这个部分所挑动的东西就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报复行动了，而且最近确实俄罗斯看起来整个大战略有调整。我们刚刚提到了古巴部分的军队也加入，除此之外，最近他攻击的对象特别也是无人机攻击的部分，包括在北基辅，包括在西乌克兰这里，也包括攻击了美国在方面那边投资的工厂所以也包括那里头一些组装军事的工厂，那军事工厂不见得是乌克兰，是其他包括欧盟投资的军事工厂。也就是现在整个俄罗斯攻击也不只是集中在东部战区这里而已了，各方面的当中全面性的打击，而且会触及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也是俄罗斯的动作。所以我认为现在很明显杀红眼。杀得越来越琐碎，那么对于平民的这些更是不在话下了。好，同一个问题再请教干哥。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看到是乌克兰它原本很重要的盟友，现在也在倒戈等一下我们会来关注。先请教干哥同样的问题。好，那你看普丁这次差点在黑海的城市叫利索索契这个城市，他在举行这个论坛的时候，怎么突然无人机打进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想说，哇，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开始准确起来了，是不是可能要斩首呢？不是，如果要斩首的话，一定需要 CIA 的同意，不是川普的同意这么简单而已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坐标跟数据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斩首行动，这就是所谓对于外界斩首的猜测的疑虑。其实说一句实在话，
它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而且一定不会被美国同意。好，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普丁也算是在索契那边，算有一些逃过一劫了。可是你要知道说，双方都以无人机互轰啊，光是这几天，俄罗斯就派出了700架无人机啊，也发射了包括匕首飞弹，也就是高超音速飞弹，还有伊斯坎德战术导弹。像这些飞弹，你发射了50多枚，我讲句实在话，那都是对于平民的打击，因为无人机它没有办法在这个战场上夺得真正的主动以及决定性的优势。你还是要用真正的 troops， 真正的部队跟军人去进行进攻，你才能够拿下阵地。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最新的消息是，其实老实讲一句，乌克兰军队有讲，他说，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扎波罗热还有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土地，我们主动撤出，如俄罗斯的请求主动撤出的话，那可能我们会丧失更多土地啊。所以我们必须得到保证啊。问题是俄罗斯永远不会给你任何保证，所以这个战场一直僵持到现在，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那现在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又是雪上加霜。为什么雪上加霜呢？因为那个捷克新总理刚刚上任了，巴比斯他是他以前的总理，巴比斯是完全的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跟你讲，他其实他跟他自己国家的这个政策观念不太一样，他现在反而倾向于支持俄罗斯，也就是像他倒向了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大家知道奥班一向是这个，虽然说他也在北约组织里面，但他们不同意制裁俄罗斯。那现在巴比斯他回任了捷克总理之后，他也跟那个匈牙利结盟。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叫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这3个国家，你想想，这是在北约东翼的主要的3个国家，这3个国家最靠近俄罗斯，而这3个国家是以前都是支持乌克兰，可是现在没有那么明显的支持的状态之下，我今天说句实在话，对于泽伦斯基来讲，坦白讲，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像这样子的，因为他就是你的邻居，连你的邻居都不是很支持你的话，这个战争接下来要怎么再打下去？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你没有邻居的支持，如果你没有这个北约相对多数的这种就是说 support 的话，那其实老实讲一句，你再战下去的力道跟你的持久度支持力就一直下降下去。然后呢，最近还发生一件事情，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了车诺比核电厂，这个我们特别注意。为什么？大家要知道，在1986年发生车诺比大灾难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是炉心熔毁的巨大惨案，然后呢，就只好把整个车诺比核电站用那个就是水泥坟墓一样把它封起来，到现在已经40年了，明年就满40年了。你知道国际上多少专家、多少人道主义者回去探测车诺比是不是能够再住人？40年过去了，那边的动物活得很好，只是他们都畸形。所以你就晓得说，如果连乌克兰的车诺比核电站都会受到这个间歇的无人机攻击而造成断电有30万居民受到影响，你就晓得说，其实乌克兰你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维持这场战争下去，所以乌军的这个困境日复一日，越来越深。那我最后要讲的是，像这个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讲说，我告诉你，已经有曙光出现了，可能这几个月之内，俄乌双方就会达成停火的谈判。我不知道这个土耳其外长费丹他是靠他依据什么啊？因为连川普他都没有这样子讲，他都看不出来，我都看不出来，你怎么看得出来？没有迹象。对，土耳其你为什么会讲这种话？你可能是要博眼球吧？我说一句实在话，我们都看不出来。而且这场战争，解铃还是需要系铃人，应该是普丁跟川普2个人再一次的深谈。有时候说你们在什么状况之下，也许在川习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曙光吧。好，谢谢刚哥。地缘政治。
美洲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世